如果三船长去彼此的方向，会有什么不同的命运？还记得和之国结束后，路飞、基德罗三船长选择了各自前进的方向，前往各自未知的冒险。如今他们自己的签运也一目了然。如果他们当时选择了彼此的方向，结局又会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罗当时并没有参加抽签，而是当机立断选择了东北方向，因为罗觉得往东北方向行进的速度最快，也就是后来遇到了敦人的黑胡子团。这对罗来说属于下签了。目前罗团已经被黑胡子团毁得分崩离析，极地潜水号被摧毁，除了贝波带着罗逃走了，其他船员应该是被黑胡子俘虏。为什么东北方向是罗的下签？因为罗如果选择其他两个方向都不会这么狼狈。罗如果选择正东方向，也就是遇到红发团，以红发情绪稳定不爱惹事的性格，只要罗不找事儿，肯定是不会爆发惨烈的冲突。显然罗也不是见人就打的莽夫，再加上罗和路飞的同盟交情，红发团和罗团即便不到开宴会的程度，那也比遇到黑胡子好太多。如果罗选择走东南方向，也就是弹头岛，对罗来说弹头岛也是上签。别看现在弹头岛上的阵容局面是5老星、大将、CP0、赤天使、9中将、新款 PX、100艘军舰、3万海军，直接拉满的配置。这主要是因为世界政府要抹杀贝加朋克和路飞的号召力。罗走这条路的话，帮不帮贝加朋克不一定，但罗绝对不会拖到这种地狱难度，所以怂一点入木跑路这一关还是不难过的。对罗来说，红发团和弹头岛是最好过的，然而罗恰恰选到了这个最难的。然后是基德抽签抽到了他心仪的正东方向，这个盲盒开的确实精准，直入埃尔巴夫，但成也正东，败也正东。哪知红发这个时候正好来埃尔巴夫串门来了，加上这两位红发一直以来的恩怨，基德这莽夫性格，基德团几乎是被红发整了个团灭。但如果基德走罗的东北方向，遇到黑胡子的结局其实也不能太好，甚至比罗还要惨。那基德走东南方向弹头岛呢？以基德的性格，肯定不会帮贝加朋克，拿个记录指针或者问路就脱身去下一个岛才是基德的作风，压根都不会和世界政府照面。不过话说，脾气最好的红发都忍不住一刀劈了他。其实基德走哪儿都完蛋，弹头岛再不济，开局还有4个赤天使呢。不过相比于黑胡子和红发，走弹头岛确实是最简单的。他却在和路飞的抽签中和这条路线失之交臂。不过基德出了弹头岛，还得去阿尔巴夫找他想找的那个烧伤男，又得碰上红发，合着基德最惨，走哪条线都是死局。然后是路飞，草帽团的操作其实挺奇葩的。按照草帽团的背景和实力，这3条线路原本不管选哪一个都是上签。首先在东北方向圣者岛遭遇黑胡子团的话，罗和基德遇上那是妥妥的死路。但是草帽团就不一样了，黑团当时只有黑胡子、巴杰斯、方奥卡和毒 Q。虽然黑胡子说就是要赌他们3个，但黑团这点人拿头赢草帽团。黑胡子蹲人估计也是看人下菜碟，如果看到来的是草帽团，估计大概率就撤了。如果路飞走正东方向，直接到阿尔巴夫遇到红发的话，那不更皆大欢喜了？搁置争议，先把宴会开起来。红发路飞相见，耶稣布乌索普父子团聚，罗宾萨乌罗好友重逢，好友们齐聚一堂，兄弟们把酒言欢。而路飞现在走的这条弹头岛的路线，其实本身也不难，只不过把简单难度玩成地狱难度，一直是草帽团的作风。弹头岛简单在世界政府本意就杀掉贝加朋克，也没想到路飞会坚决趟这个浑水。如果草帽团想跑，冷血一点，不管贝加朋克，早在黄猿登岛之前就可以跑去阿尔巴夫了。当然汽油跑路那就不是路飞了，再加上贝加朋克、熊、波尼和龙的这几层关系，这才引来顶配阵容前来围堵，导致局面一度失控。所以这3条路线客观来说，弹头岛不管谁来都是最简单的，只不过被草帽团玩成了地狱模式，他现在成了最难的。不过现在的遭遇也很有意思，最不喜欢搞事的罗遇上了最喜欢搞事的黑胡子，最喜欢搞事的基德遇上了最不喜欢搞事的红发，最喜欢霸凌世界政府的路飞遇上了打算被一次霸凌个够的世界政府。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海贼王中翻越红土大陆的6种方法，海贼世界里有一圈和伟大航路十字相交的屏障，宛如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那就是红土大陆。红土大陆将伟大航路分为前半段乐园和后半段新世界，所以翻越红土大陆成了无数海贼进入新世界的必经之路。虽然红土大陆看似不可逾越，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征服。首先第一个就是系统自带的翻越途径。由于伟大航路2侧都是广阔的无风带，那里栖息着凶猛的海王类，除了海军军舰有贝加朋克的技术支持，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船只以及雷利牛逼的游泳畅游无风带，普通船只无法从四海直接进入伟大航路，要过颠倒山。这里作为伟大航路和红土大陆的第一个交汇点，虽然不用费劲巴拉的硬翻，但是有5条湍急河流形成的水道也异常凶险，一不小心就会撞得支离破碎。但是相比其他办法，这种地图福利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伟大航路和红土大陆第2个交汇点，海贼世界的另一端，也就是新世界的入口处，这一端就没什么地图福利了，也就有了第2种也是最卖力的方式，徒手爬。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和通行许可，但又觉得自己体力很牛逼，可以选择这种方式。至今已知能徒手爬上红土大陆的也只有寥寥2人，一个是英雄冒险家费舍尔泰格，爬上玛丽乔亚，解救了包括女帝在内的众多奴隶，堪称是无法复刻的奇迹。还有一个就是巴索罗米熊，
此前熊有能力将自己拍飞，但中途被红土大陆拦下了。所以肉球果实也有壁垒，能把人拍去空岛的熊依然不能翻越红土大陆，熊也只能徒手爬上马利乔亚。可见徒手征服红土大陆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而且就算能爬上去，怎么下来也是个问题。第三种方法是在红港乘坐世界政府的泡泡缆车翻越红土大陆。红港一共有2处，分别位于马利乔亚的前后方。这种泡泡吊龙就像是翻越红土大陆的公交车，有序的交替工作着。所以世界政府阵营一般不需要通过更艰难的方法来往新世界。有趣的是，这种官道虽然主要是给政府、海军和天龙人以及一些王族们使用的，但其实平民也可以使用。在香波地群岛就有很多平民等待政府下达的通关许可，但前提是要提交申请以及花很多的买路钱，还有就是要舍弃船只，到了新世界这一头重新买船出航。不过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最安全，而且高处的风景一定很棒。如果不想徒手爬，也无法乘坐泡泡缆车的话，第4种翻越红土大陆的方法就是靠一些特殊的能力，比如革命军莫里的推果实。之前小伊万在推进城待的地儿5.5层就由莫里挖出来的。在世界会议期间，莫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红土大陆里面，他的能力可以直接从下挖上来。当时一起伴随泡泡缆车上行的还有革命军乌鸦，乌鸦的美果实可以变换出很多玫瑰乌鸦，可以飞得很高。在德岛，萨博还曾坐着他的乌鸦飞行，非常梦幻。不过乌鸦的美果实还是个自然系，并不是某种鸟鸟果实。即便一些鸟鸟果实或许反倒飞不上红土大陆，比如新闻王的鸟鸟果实信天翁形态，它本身甚至都不会飞。革命军5大军队长其中2个就展示过有翻越红土大陆进入马利乔亚的能力了。好家伙，革命军现在已经到了在赶路途中来马利乔亚上个厕所都随随便便的地步了。另外，世界会议期间跟着萨博一起闹事儿的还有林德伯格，他靠科技手段也能飞，可能也具备飞越红土大陆的能力。当然还有艾尼路的方舟，这种能飞月球的工具飞个红土大陆还不轻轻松松。第5种办法，吉尔玛的蜗牛船。吉尔玛这个国家本身就很独特，并没有固定领土，而是由很多蜗牛船组成的王国。这些蜗牛船也可以拆分出来行动。作为战斗民族，这非常有利于四处征战。蜗牛船最牛逼的就是能翻越红土大陆。鼎盛时期的吉尔玛统治了北海，一个北海已经满足不了胃口，后来山治的北海身份为什么在东海遇到哲普老板？一个蜗牛船完美串联伏笔。第6种方法，从愚人岛进入新世界，其他的方法都是往上走，而这个是往下走。而且其他方法虽然也不少，但限制条件太多，还是不适合大多数人。比如前几种方法似乎都不能带船，就这一点草帽团肯定不干。愚人岛算是可行性最高的渠道，从海底1万米的愚人岛钻过红土大陆，必不可少的就是依靠镀膜技术。章鱼小八说，镀膜是人类进入愚人岛的唯一手段。好在镀膜的材料，香波地群岛和愚人岛就有很多，前提是找一个好的镀膜师傅。所以大多数人都是走愚人岛进入新世界。虽然整体看下来，翻越红土大陆的方式并不少，但大多都是危险重重、九死一生的途径，有些还仅限特定人群。所以不带航海士，全靠给乡下奶奶打电话进入新世界的巴托真的很牛逼。巴托和他奶奶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海贼王里那些不可或缺的小道具，在大海上航行冒险，一个海贼团除了要具备实力，还有些必不可少的装备，也是通关的关键。虽然这些小道具戏份并不多，但却是撑起大海贼时代的重要元素。记录指针，记录指针是驰骋伟大航路最基本的东西之一。伟大航路的磁场都是混乱的，而记录指针可以记录岛和岛之间的磁力，指引人们前往下一座岛屿。草帽团里只有娜美佩戴记录指针，不仅是因为娜美是航海士，早在双子甲的时候，路飞3次打闹就干坏了一个记录指针，娜美就恼了，从此再也没让这帮人碰过这脆弱的东西。虽然记录指针可以很容易的买到，但在冒险中还是非常珍贵的。首先，记录指针存满磁力，指向下一个岛屿，需要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个月的冷却时间。有些岛的充磁时间太长，甚至需要1年，比如小花园，此时就需要一块永久指针，而永久指针属于稀有装备。当时山治打野从不吉利组合那里缴获了一块阿拉巴斯坦的永久指针。其次，如果没有备用的指针，还只能靠熟人赠予，比如库洛卡斯将自己的记录指针当做礼物赠予了草帽团。由此可见娜美和记录指针的重要性。如果不等待充磁时间出航的话，运气好瞎猫撞死耗子，到达了其他岛屿，磁力则会被替换，也需要重新等待充磁时间。而新世界的磁场比前半段更加混乱，所以伟大航路前半段的指针会全部失效，需要新版本的记录指针闯荡新世界。也就是这种一个表盘上有3条航线的指针，分别指向不同的3座岛屿，可以任选一个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指针最平稳的也就最安全的航道，所以这方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巴托洛米奥了。不带航海士，全靠给乡下奶奶打电话进入新世界找到偶像。这就不得不说到第2个必不可少的小道具——电话虫了。草帽一伙航海虽然没有智能手机，但神奇的电话虫的智能程度不次于智能手机。戏精的电话虫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来电人的各种神态和表情，甚至还能模仿大哭和被嘎掉，堪称是一种奇特的视频通话。当然，每个人的电话虫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 DIY。除了给电话虫安装按键和对讲机，比较帅的就有卡尔的电话虫，他有卡尔经典的围脖；明哥的电话虫有骚气的皮草，而路飞的电话虫一般是经典的草帽配色。各种各样功能的电话虫有10几种，可以应对通讯、拍照、投影、窃听、防窃听等各种场景。即便封闭的和之国还有特殊的电话螺，在广阔的伟大航路，没有这种实时通讯的小道具肯定是不行的。而电话虫也并不稀有，在野外就可以抓到。
在左屋，弗兰基曾表示可以现场抓一只做个电话出来。这种小生物大多时候都是一闪而过，但非常可爱重要。然后是报纸和送报海鸥。如果说记录指针和电话虫还只是特定人群的刚需，那送报鸥和他送的报纸可以说是海贼世界最重要的媒介。上到世界政府、海军、四皇，下到平头百姓，都需要报纸来了解每天发生的大事件，甚至连推进城里的民歌都有报纸看。由于现在太过于日新月异，要不是亲眼所见，谁敢信？所以现在每天的报纸民歌是一看一个不吱声。不过民歌还是要说，要论假新闻，我才是鼻祖级别。现在海军天天编这种离谱的假新闻给我看，我就呵呵一笑，你们以为我会信？要说新闻王的报社有多牛逼，吴老星都拿他们没办法。娜美面对涨价1倍的报纸，也只能无奈付钱。CP 组织进去都要吃瘪。新闻王和他的送报海鸥大军无孔不入，无事不晓。海军、四皇甚至一母都会被报纸带节奏。原来新闻王的报社才是最牛逼的势力。然后是生命卡，生命卡类似记录指针，也是一种指引道具。不过生命卡更像是微信里的好友共享位置，用来指引生命卡主人所在的方位，一般用于亲人、伙伴或者朋友。生命卡可以用主人的指甲掺进特殊的材料里制作，代表主人实时的生命力。生命卡本身不怕水也不怕火，但当主人生命力减弱时，纸张会缩小；生命力恢复时，纸张还会变大。虽然生命卡没有出现过很多次，但每一次都是重要的伏笔。比如艾斯在阿拉巴斯坦给了路飞自己的生命卡，后面路飞追入推进城和海军本部，恐怖3帆船，罗拉给了娜美大妈的生命卡，后面娜美在蛋糕岛命令大妈的货米兹。德岛时期，山治小队靠罗给的贝波的生命卡找到了左屋，而杰克则靠内奸看侍郎的生命卡。路飞也将自己的生命卡分给了草帽大船团和萨博，还有贝拉米，这必然也是后期的一个伏笔。然后是亚尔奇曼红树的天然树枝，其实就是镀膜技术，给船只镀上一层膜后，用于深潜或者藏匿等作用。虽然镀膜技术并不会被频繁使用，但这也是伟大航路不能缺少的东西。因为进入新世界只有3条路可以走，一个是在红港靠世界政府的升降机，这个适用于限定人群；一个是不管用飞还是用爬，硬翻高耸入云的红土大陆。这2种方法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走得通的。而第3个选择就到达海底1万米的渔人岛，从这里进入新世界。桑尼号上的鲨鱼潜水艇也只能下潜到5000米，所以章鱼小巴说镀膜是人类到达渔人岛的唯一手段，可见镀膜技术的重要性。即便是卡普也在出访渔人岛的时候自嘲自己差点死在海底。没有镀膜技术和镀膜工人的帮助，就意味着很难进入新世界。当然镀膜技术还有其他用处，顶上战争白胡子不仅用镀膜船潜入了海军本部内湾，还在海底藏了一艘镀膜船，配合小奥兹破了战国引以为傲的包围壁战术。所以这些道具虽然只是海贼世界里一些小小的元素，但记录指针和生命卡可以指引伙伴和前行的方向，电话虫和送报鸥可以让你了解大海格局的动荡，镀膜技术帮你敲开新世界的大门，他们当之无愧是海贼王里航海体系的重要基石。路飞最大的安全感来自黄猿。黄猿在战场上一共和路飞相遇了6次，结果6次路飞全跑了。只要有黄猿出现的地方，战局都会变得微妙。蒙奇帝黄猿带来的安全感真真切切。在香波地群岛，黄猿首次登场，也是他和路飞的第一次见面，一套操作惊为天人，遇到草帽团直接放倒了索隆。正当大家觉得这老爷子是个狠人的时候，黄老爷子硬是抬了半级的腿也没踩下去。索隆总觉得自己的后背咋这么舒服呢？一看海军大将正给自己踩背呢，是吧？何为安全感？那就是黄猿腿都抬酸了，也要等雷利。当熊挨个把草帽一伙拍飞之后，黄猿仿佛就是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大外甥安全撤离，我这个舅舅也可以安心下班了。当然路飞跑了，超新星一个没抓，黄猿抓了500个小海贼回去交差，不管抓的谁，反正活我已经干了。没过多久，到了顶上战争，路飞出乎海军的意料降临战场，黄猿其实也有点慌，笑眯眯的嘴上跟战国说，我可以把他们全干掉吗？心里其实想说，不省心的大外甥，让老夫来保你吧。安全感就是黄猿担心路飞跑得太快，被高战力起火，3番5次的把路飞往最安全的地方踢，一脚踢给白胡子，一脚踢给慎平。在路飞直面3大将的时候，黄猿一看坏了，赤犬在呢，所以黄猿这会儿又不是抬腿半级的状态了，而是一马当先的秒闪到路飞面前，将其踢进废墟，一波操作安全感满满。黄猿的操作完全是根据路飞的涉险程度而变化的。打别人的时候，黄猿放的技能果断、快速、精准一气呵成；打路飞的时候，黄猿吃着最快的果实，放着最慢的技能，瞄边空大断技能，百步穿杨射钥匙的毛病就全来了。最后黄猿在8尺瞄边玉的饱和打击中，配合顶级见闻色保路飞逃出战场。当然打假拳的战国、老演员的卡普、消息比赛的青雉也功不可没。晋级赛5排只有赤犬最后在风中沉没。2年后的剧场版 Z， 黄猿再次潇洒出动，而 Z 里面打责法也堪称是黄猿最认真的一场战斗，但黄猿的操作就很迷。最后时刻草帽团才刚刚起航，精疲力竭的责法已经被青雉的兵强给困住，黄猿有足够的状态去分兵围堵草帽团。然而黄老爷子却前所未见的集火已经是强弩之末的责法，草帽团则毫无阻拦的全身而退，这就不得不感慨黄猿的良苦用心了。安全感就是黄猿唯一一次用不瞄边的8尺瞄边玉疯狂轰击责法，是为了吸引全体海军的注意力，保路飞撤退。为此黄猿不惜毫不留情的痛打恩师。在狂热行动里，海军发动了屠魔令，
黄猿在最后率领大批海军围堵突围的一众海贼，高高跳起，朝着路飞他们放了一个8尺琼勾玉。索隆山治猝不及防，路飞则表示不慌，老旧的苗边玉来了，这把稳了。果然黄猿被萨博一招火拳给断大了，所以黄猿放大真的很有安全感。此时的萨博就像当时的雷利，和黄猿默契无间。海军在最后时刻终止了屠魔令，黄猿一看是台阶，赶紧下了，内心则表示还好终止了，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演了，每次都演得这么极限。到了 Red 剧场版，黄猿又来了，这一次黄猿的战绩是投降2次，打卡下班1次。最后的时候，草帽团都昏睡在一座岛礁上，暂时没有战斗力。2个大将和一众海军将领对付红发团也不是不能打，那何为安全感？就是黄猿一看红发都急了，大外甥也睡得正香，又有台阶下，那就打卡下班吧。现在到了弹头岛，起初由于是有萨坦圣跟着，黄猿表示这把有人盯，确实不好演。为了给自己之后的操作做铺垫，黄猿一套丝滑连招击败战逃丸，好像在说老土星看好了，我可是全力在打架，绝没有划水。结果黄猿跟路飞过了几招之后，黄猿直接就掩面倒地，而这个节点也是尼卡路飞的虚弱期，黄猿还真会挑时候。萨坦吐槽黄猿工作进度缓慢，不得不自己变身上阵了。黄猿一看土星都玩真的了，大外甥有危险，黄猿还得爬起来接着演。期间黄猿还对草帽团说了一些很微妙的话，听起来二舅还真是关心他们的成长。期间黄猿还不忘在土星面前展露这种状态，好像在说你看我都负伤了，给土星都整无语了。其实黄猿想说这把高端局真他妈难演，我是不太想打了。之后黄猿和萨坦被路飞印度飞饼扔到了军舰上，黄猿第2次掩面倒地，快看我倒下了，我不行了。黄猿每次都掩面，他怕自己会忍不住笑出来。总之这下老舅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虽然现在路飞还没跑出弹头岛，不过只要有黄猿在，路飞第6次在有黄猿的地方跑了也并不奇怪。现在只要有黄猿出现，那就感觉这把路飞稳了，这就是满满的安全感。草帽团和黑胡子团有可能的对位局面，在顶上战争末尾，红发团和黑团剑拔弩张，中门对狙，甚至并收藏他们的脑袋。看来到时候娜美都不用主动去找对位了，九尾狐自己来。在能力上，九尾狐拥有变换成其他人的幻术，当然凭这种把戏，机灵的娜美自然也不怕。娜美也有海市蜃楼系列的幻术技能，这2人虚虚实实，高手过招，应该也会非常好看。罗宾对位7号船船长圣胡安恶狼，本来就身为巨人族的圣胡安恶狼，在吃了膨胀果之后，可以变得更为巨大，而罗宾则是有巨大树系列技能。平时罗宾都是用这种技能清小兵或者辅助的，有点杀鸡用宰牛刀了。但是打圣胡安恶狼的话，应该算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利用花花果实，后面罗宾甚至能开发出更壮观的巨人形态。
不过弗兰奇也有可能会对位圣胡安饿狼，毕竟弗兰奇有耐操皮实的弗兰奇将军不惧庞然大物，圣胡安饿狼绰号巨大战舰。弗兰奇表示，巧了，我不仅能造战舰，我还是水之都拆船小霸王，看看谁更牛逼吧。如果罗宾对位圣胡安饿狼，弗兰奇就有可能会对位大九乔特。大九现在是99果实能力者，而他本身也是酒不离手。弗兰奇对位大九，那就是喜欢喝可乐的和喜欢喝酒之间的对决。还记得弗兰奇换上不同的饮料会有不同的形态，还真想看看弗兰奇换上酒会变成什么样子，没准会在这里整活，给弗兰奇整出个全新且超强的形态。除了这些，10号船船长青雉是最难解决的。现在草帽团还不算完全体，所以青雉这个点怎么解决就更扑朔迷离了。路飞、索隆、山治都不适合，慎平一个玩水的更是离得越远越好。布鲁克的能力倒是匹配，但实力上感觉还是对不了一个大将。所以新吉斯瓦伊兹莫黑偷子作为准船员的大和会不会在那个时候赶来参战，借此契机正式成为草帽团的最后一个船员？在实力和可能性上，现在也只有大和。大和有霸王色，会流鹰；大口真神有冰冻属性，和凯多的父子局也有两下子。拖延青雉应该还是可以的，当然感觉青雉最后会有反水操作，他似乎在等待什么时机，所以我宁愿相信巴基会成为海贼王，也不愿意相信青雉真的会是黑胡子的忠实干部。青雉别再是悄咪咪的参加了革命军吧。不管怎么说，草帽团和黑胡子团的最终对决感觉会非常好看，不仅是每个人都有对位的敌人，各自压箱底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了，主要是他们很多人都太适合做敌人了，见招拆招，一决高下，主打一个对称。海贼王里那些视觉感超帅的果实能力，大多数果实能力都能通过开发达到很强的程度，不过其帅气程度还是有高下之分的。能同时具备压迫感和视觉感的果实能力，自然就是一些自然系了。青雉的冰冻果实，一言不合就直接开动，视线之内万物冰封的感觉简直帅炸。没错，冰冻果实还赋予了青雉非常潇洒的状态。除了对战卡普的时候用出了浑身解数，大多时候青雉打架只是简单的擦肩而过就能秒人于寒风中。这种压迫感，就看明哥从青雉身边走过，明哥慌的一批的感觉都快溢出屏幕了。赤犬的岩浆果实，岩浆果实拥有火山喷发般的力量，加上赤犬的性格，岩浆果实就给人一种很爆裂的感觉。不管是地毯式轰炸的流星火山，还是旺旺碎冰冰的大喷火，赤犬的能力不得不说还是挺帅的。黄猿的闪闪果实，闪闪果实的帅还不单单是果实能力的帅，加上黄猿本身就潇洒的身姿，才能体现骑士的飘逸。泽法曾说黄猿太依赖果实能力，不过黄猿靠闪闪果实，有顶级踢技光速踢，有顶级剑术天丛云剑，有顶级移动八尺镜，有范围伤害八尺琼勾玉。话说有这么一颗酷炫的果实，谁都不想再努力了。艾尼路的响雷果实，虽然哥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一直有哥的传说，响雷果实依然是最强的果实之一，主要是艾尼路把这颗果实玩得太过顶级。艾尼路太古里打出了雷兽系列技能，至今依然是很帅的技能，强化自身的雷神，炸倒的雷影，遇到个橡胶人是艾尼路倒的血梅，但果实的视觉感拉满也是没毛病的。萨博的烧烧果实，除了帅一无是处的烧烧果实，不管是艾斯还是萨博用起来都很帅，即便现在成了狗都不吃，但凭借非常有辨识度的果实外形，还有上手就有的帅气能力，还是可以算得上一颗好果实的。然后是动物系，说实话推进城里的那几个动物系果实真的和帅不搭嘎，当然现在大多数动物系也不好看，但是自从马尔科的不死鸟果实登场，幻兽种重新定义了动物系果实的帅，在那一刻他甚至力压了二舅闪闪果实的光辉，这颗幻兽种果实配上小马哥痞帅的气质，那是相当帅了。大和的大口真神，传说中的狼神，再加上大和底子很好，变身人兽形态的时候非常帅。那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居然也是渐变色的，而且还有粉红色肉垫，酷酷的可爱，身上还会缠绕冷气之环，看起来不同于燕云披肩，非常独特。战国的大佛，虽然都是人人果实系列，战国的逼格显然比乔巴的老百姓高多了。变身的时候会有金光乍现，都说闪亮果实和金金果实值钱，看样子战国这一尊大金佛缺钱的时候在身上蒯两下子，那也价值不菲。主要是一掌拍的黑胡子海贼团人仰马翻就很帅了。凯多的青龙，原皮凯多就一般般吧，但凯多龙形态的时候还是相当帅的，而最帅最协调的形态就是人兽形态。凯多身材比例也变得好看了，健硕但不臃肿，加上蓝色半包龙鳞，拖一条龙尾，蝙蝠侠同款面世，看起来还是非常威猛霸气的。路飞的尼卡，路飞2到4档各有各的帅，但5档的极致飘逸感，这一次还真的多亏动画组，比如路飞5档的状态，2档的姿势，这个画面真的超帅。不过静看还行，一动就破功，打起架来嘛就开始走搞笑路线了。然后是超人系，超人系是目前数量最多的一类恶魔果实，但其实要说能力有多帅的还真不多。白胡子的阵阵果实，阵阵果实被誉为最强超人系，强大的破坏力可以震动大气，碎裂大地，搅动大海，让天地震颤，还可以将强大的震动波附着在手脚或者武器上，形成一个很帅的球罩。加上白胡子经典的握拳挥臂的动作，在伤害还没出来之前，光听碎裂的声音就能感觉到破坏力了。而这个经典动作已经成了阵阵果实的标志，所以只要挥出这个动作，总感觉自己能打出成倍的伤害。
罗的手术果实，手术果实帅，主要还是罗本人用的帅。作为海贼王里的手势大师，罗把本来并不张扬的手术果实玩转于指尖和刀剑之上，配合沉稳的气质，让手术果实成了一种很帅的能力。明哥的线果实和罗差不多，帅的或许不是果实能力本身，而是标志性的使用方式。明哥是把线果实开发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非常全能，特效不差，但用起来就是很帅的感觉。布鲁克的黄泉果实，现在布鲁克的黄泉果实是越来越像冰冻果实了，配合上布鲁克优雅的剑术和飘逸的小滑步，帅气程度媲美精致。除了冰冻能力，灵魂才是主打。蛋糕岛和大妈过招，不管怎么样，气势上不能输，遇强则强，灵魂之王。藤虎的重力果实，大将的果实都主打一个破坏力。藤虎拽陨石，帅的不是陨石，而是藤虎挥刀时的一气呵成和之后的潇洒从容。不过藤虎是唯一一个超人系大将，所以在陨石范围内，他拽下来的陨石自己也得劈开闪避，可谓是狠起来连自己都砸。金狮子的飘飘果实，飘飘果实和重力果实很像，不过飘飘果实主打一个漂浮，金狮子的海贼船甚至都不是船，而是很多飘起来的岛，帅的独树一帜。飘飘果实最 bug 的是可以利用漂浮的属性控制很多东西，让金狮子间接拥有了其他果实能力的效果，像是控制沙土，这是沙果实；控制风雪，这是雪果实；甚至控制海水，并且可以熬成狮头等的造型，看起来很帅，很有压迫感。不难看出，以上这些堪称经费刺客的果实能力，甚至燃烧了大半的经费。所以平平无奇的果实能力不一定就弱，但很帅的果实能力一定很强就是了。路飞各种形态的战斗优势，随着路飞把自己的这颗尼卡果实开发到觉醒，而这颗果实最强力的点在于，路飞目前已经拥有多种形态自如切换，侧重不同的长处来应对不同的战斗和敌人。普通形态的路飞利用橡胶体质，已经拥有很多花里胡哨的技能，基本上能应对早期的大多数战斗。但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敌人，但还挂不了档的时候，普通形态中也会衍生出一些专用的形态，比如水路飞形态。可以说是不打男不打女，专打鲨鳄鱼，以至于都把老沙弄出心理阴影了。直到顶上战争，老沙还忌惮路飞的这一形态，发呆路飞。在对付艾尼路新网的时候，路飞急中生智的一种形态，放空大脑，随风摇曳，飘逸感一绝，堪称是无招胜有招。爆炸头路飞。在对付分槽头的时候，一种非常帅气的形态，虽然对实力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提升，但贵在赋予意志，提升自信，信仰加成。路飞眼瞅着这样也不是办法，普通形态的上限也就这么高了，于是二档形态路飞横空出世，叉腿弯腰撑地的动作也成了路飞最经典的动作之一。二档路飞几乎会变成一个气泵，加速血液流动，身体会变得通红发紫，并且附带大量蒸汽，速度和力量同时得到加强。在司法岛顿悟了 T， 外加展示二档的路飞，直接把布鲁诺给打懵了，把布鲁诺打到躲在空间里自闭了。由于路飞可以秒切二档，所以二档能应对的战斗场景非常广，基本上都是用于运动战，让路飞可以非常灵活的躲闪反击。三档形态路飞，三档并没有什么固定形态，其特点在于能将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巨大化，并拥有巨大的力量和破坏力。三档主打力量和攻击面积，所以经常作为固定炮台或者摧毁巨物时使用，也常常作为终结技能使用。习得霸气之后，三档依然是路飞频繁使用的主力形态。2年后的两大篇章 BOSS 霍迪琼斯和凯撒，皆是被终结于三档之下。除了没有固定形态，三档也不拘泥于只能单独使用。路飞还曾配合二档用出一招橡胶巨人 Z 炮弹，对莫利亚进行催吐。特别版梦魇路飞，这个版本的路飞属于 bug 一样的存在。在恐怖3帆船，路飞被塞进了100个影子，有了这款独立于挂档之外的特殊形态。要说梦魇路飞有什么战斗优势，真的是强大且均衡，而且还很帅。梦魇路飞拥有非常发达的上肢，虽然看起来像是健身不练腿的，但因为提前进化出类似于4档的仙人模式眼影和支棱起来的发型，所以尽管体型上不协调，但看起来非常之帅。梦魇路飞战斗力也惊人，只是轻描淡写的伸出手臂，就能轻松接住了大奥兹的一拳。这可是草帽一伙合力刷的副本 BOSS。然而梦魇路飞一登场就对其展开了虐杀模式，最重要的是梦魇路飞还拥有非常精湛的剑术，路飞会正儿八经的玩刀就很离谱，所以梦魇路飞真的很强，感受上已经到达了4档水平，只不过当时路飞还不会霸气而已。蜡烛形态路飞，推进城里在三哥的辅助下，路飞的一种形态。原本在麦哲伦面前几乎都没有还手之力的路飞，不仅能防御麦哲伦的普通毒液，甚至还能反击，非常有效的拖延了麦哲伦，可以说是低配版的无双色霸气了。不过这个形态和梦魇路飞一样，都需要其他人的能力来辅助。4档弹力人形态，路飞最早展示的4档的一种形态。路飞当时在一团迷雾中缓缓显现出新形态的时候，简直是帅炸。毕竟相当于2、3档，4档属于是颠覆式进化了。
四党里面弹力人的属性非常全面均衡，兼备非常强的速度、力量和防御，并且还拥有了喷气飞行的能力，所以弹力人形态是四党里面最全能的形态。只不过现在路飞都习惯用弹力人来清小兵了，这让明哥老是觉得自己在看假新闻。四党一出，二三党几乎可以看作是小技能了。不过更侧重于力量的弹力人更像是三党的升级版。相比四党其他形态，弹力人也有独特的帅气之处，那就是拥有一片酷炫的大花背。原来武装色不仅能用于战斗，还能用来纹身。其实蛇人和坦克人也有类似的武装色花纹，蛇人是蔓延在手臂上，而坦克人是蔓延在肚皮上。四党坦克人形态，这也算是路飞在特殊场景下才能用的形态。这个形态下几乎看不到路飞的脚，就是个圆滚滚的球。坦克人是四党里面行动最不便的，不过也是防御力最高的形态，继承了四党系列的各种元素，所以也有一种别致的霸气。在四党系列里面，只有蛇人形态的身材比例最正常，甚至可以说是飘逸。这也非常契合蛇人形态的侧重点，那就是速度。虽然在攻击力上并没有多少加强，但强在攻速密集、火力覆盖，而且蛇人形态能维持的时间更加持久，整体像是二档的升级版。再加上比弹力人形态还要支棱摇曳的发型和缠绕的焰云，以及性感的眼影，四档蛇人形态是路飞非常容易出帅气大片的一种形态。五档白毛路飞，路飞果实觉醒后的全新版本。对比四档，在体态上五档可以说是返璞归真的进化，它更接近于普通形态，但是气势上更加霸气潇洒。五档的头发也和四档不太一样，多了一种卷曲感，像是火焰，也更像是恶魔果实的螺旋纹路，包括眉毛也变成了圈圈眉。尼卡路飞的头发和衣服都变成了白色，瞳孔的颜色则是变成了红色，这让路飞帅气中还保留了可爱，看起来还更聪明了。五档属于目前路飞最顶配的形态，在之前的基础上拥有了更加异常的力量和攻击特性，像前所未有的巨大化、徒手抓闪电等等。动物系坚韧的生命力和回复力也得到增强，也难怪路飞一路上仿佛开了锁血挂一样抗揍。同时果实觉醒带来的触碰的物体皆为橡胶的能力也是有的。虽然五档路飞也有消耗殆尽后衰老的副作用，但是只要听到解放之鼓的鼓点，便又会恢复活力。所以要说路飞的五档侧重什么优势，那就是所有的属性都给拉满了。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是果实特性还是实力深不可测，路飞打架都跟玩似的。尼卡路飞的上限在哪儿，目前还是个谜。海贼王中那些影响世界的重要会议，大海上海贼们每天打打杀杀，而海军为了应对这些海贼，自然就少不了开会了。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政府2天一小会，3天一大会。吴老星每次登场还都在开内部会议。说到开会，那就不得不说到开会王布兰纽了。他在开会中首次登场，当然他也是开了主线里的第一场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开会王公布了路飞的首次悬赏3000万贝利。这场会议最精髓的是，开会王预言了这个数字绝对不算高，这号人必须趁早铲除。现在来看，开会王的见闻色看到了更远的未来，只不过当时台下的将领似乎对此不以为然。直到第二场会议，吴老星终于对此忌惮。此时路飞的赏金已经达到1亿贝利，并且打败了七武海之一的老沙。在这次吴老星小会上还透露了一件事，就红团和白团2大四皇团开始接触了。虽然这件事很是让吴老星担忧，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补上七武海的空缺。吴老星更怕3大势力失去平衡，对世界权力带来冲击，因此也有了第3场会议，非常重要的七武海会议。虽然很重要，但这场会议跟闹着玩似的。明哥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身后还跟着熊，屌甩甩的进入马里乔亚，开局就对着海军使坏，然后还盘腿坐在了会议桌上，真的是极限嚣张了。鹰眼这种稀客也来参加，着实让海军有点惊讶。不过明哥来是因为心情好且太闲，鹰眼是对路飞索隆感兴趣而已。熊在会议上一句话也没说，反正好不容易就来仨七武海，还没一个是正经开会的。好家伙，以前的七武海会议都是咋开的？没有七武海的七武海会议。当然这场会议上还有一位不速之客黑团拉菲特，他来推荐黑胡子当七武海。这场会对黑胡子的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2次七武海会议来的人就比较多了，因为正值顶上战争前夕，白胡子海贼团即将兵临城下，5位七武海在马里乔亚聚集，另外2个七武海女帝当时去推进城了，而慎平则是因为和白胡子的情谊拒绝召集，被关在推进城。会议桌上，鹰眼直接把腿搭在了桌子上，明哥坐在了椅子背上，完全没有把旁边的海军放在眼里。莫利亚因为刚和路飞打完，属于战损版，黑胡子吃着他最喜欢的樱桃派，完事儿黑胡子就跑推进城去了。虽说七武海要听命于世界政府，但显然他们个个都跟个大爷似的，得好吃好喝伺候着。顶上战争之后，世界格局剧烈动荡，自然少不了开会。开会王这边开的像是个检讨会，直言路飞重返海军本部，敲钟16下的做法是羞辱海军。吴老星那边也在开会，虽然吴老星已经注意到了黑胡子这个新的威胁，不过吴老星还是更在乎3大势力的平衡，表示先静观其变，然后挑3个影响力最大的人，填补一下子出现的3个七武海空缺。这也让后来的罗、巴基、白二世有机会成为新上位的七武海。另外还有谈话会，战国跟钢骨空推荐青雉当元帅，斯摩格跟青雉表示自己想去新世界 G5 海军支部。反正此时海军上下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会议。2年后的第1场会议依然由开会王拉开帷幕，
此时他已经从少佐晋升为准将，升了3级。开会王公布了新的七武海阵容，当时还没有白二世，白二应该是后来才选上的。这次的会还公布了一个假新闻，那就是明哥退出七武海，震惊世界。开会王虽然登场不多，但只要他开会，那必然都有大事件发生。得岛之后，吴老星开会又多了一件焦头烂额的大事件，那就是青雉加入了黑胡子。不过这次小会上最生气的是赤犬，不仅是被吴老星劈头盖脸骂了一顿，然后藤虎在得岛还公开道歉。赤犬两头生气，一点面子也没得。而越到后面，能影响世界的会议就越来越多。首先就举世瞩目的世界会议，世界会议4年才举办一次，世界政府的50个加盟国齐聚一堂，讨论世界的安全和秩序议题。而这一次最关键的议题就是七武海制度的废除。在寇布拉和利库王的推动下，七武海制度终于迎来了终结。这场会议影响了世界，主要是里面开的热闹，外面也是打得热火朝天。革命军在玛丽乔亚和双大将开战，救走了熊，寇布拉身亡，天龙人被暴打，路飞成为武皇，等等等等。在世界会议期间，高能的会议着实不少。吴老星也开了一场神秘会议，红发会见吴老星，讨论关于某个海贼的问题。虽然这场会议目前还没有更多细节，但其能量看样子也足以震惊世界。卡普这边和自己的一些亲信们开了一场非正式会议，讨论了凯多大妈联手的事态。开会王这边公布了4皇和罗杰的悬赏金。战国在会上补充了洛克斯海贼团的过去和成员，卡普和罗杰曾联手将其击败。在鬼岛局势不受控制的一边倒后，吴老星的内部会议再一次改变了世界，那就是公布尼卡果实，并表示这颗果实800年未觉醒，且动物系果实似乎寄宿着某种意志一样。这不仅是影响了世界，还改变了所有人20多年以来的认知。鬼岛之后，开会王又开会了，在评价巴基的时候，开会王说他和4皇红发并驾齐驱，拥有驱使克洛克达尔和鹰眼米霍克的力量，声望高到落难之时克洛克达尔都会赶来支援。虽然开会王有最强巴基吹的嫌疑，但是说的倒也没错。这场会上还公开了鹰眼海军猎人的称号。细数下来，海军真的是没少开会，海贼天天开宴会，海军天天开会，这不又对称上了？原来精髓在这儿。海贼王决赛圈的资格已经开始卷起来了。从和之国结束，短短几十话就已经目睹了众多强者接连退场。One Piece 的角逐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进决赛圈的人不能说都比别人强，但一定都比别人多了点运气。而黯然退场的其实也不乏有意料之外的。首先晋级名额逐渐明朗，除了在最后等待众人的世界之王伊姆，如今的4大皇团可以说已经预定了4个名额。红发领衔的红发团和黑胡子领衔的黑团各自扫除了遭遇的障碍。红发现在加上东利和布洛基率领的巨人族助阵，气势上如日中天。而黑胡子虽然遭遇了一些波折，不过也算是没人能轻易解决他们的存在。十字工会异军突起，巴基携2位皇父把世界整了个措手不及。路飞这边现在虽然遭遇了一些困难，土星召唤了其他的4个老星，唯独草帽团。不过决赛圈怎么少得了草帽团？只是5老星里面谁能晋级决赛圈，谁会栽在弹头岛还有变数。革命军这边除了熊的经历太惨了，主力干部基本上是无伤进入决赛圈，目前都聚守在人妖岛收听贝加朋克的遗言。虽然龙此前险些成为海贼王里第3个小丑，不过从大局上来看，龙多年保存实力，厚积薄发，决赛圈里必然少不了炸裂表现。海军这边由于赤犬玩命打晋级赛，2年后高升元帅，提前获得了决赛圈资格。现在大将的面子都快丢完了，赤犬他最好真的有4皇实力。藤虎绿牛2位2年后的新大将的实力看起来逊于老3大将，不过没趟弹头岛的浑水也算是平稳进入决赛圈。其实赤犬之前的谨慎操作还挺明智的，跟革命军比谁更能苟，能在最后的决战中有所作为，不像现在世界政府的主力被一个草帽团拖在泥里，还得5个老星一起上。女帝是险些不能晋级，还好雷利及时出手相助，女儿岛暂时也没什么事儿了，而且女帝思夫心切，下棋也表示无风带不再是安全的地方，看来后面的话女帝也会赶到路飞的身边。其实元气乌海的晋级率还挺高的，一些元气乌海用各种办法获得了名额，比如老沙、鹰眼、巴基抱团，慎平已经属于草帽团一员，莫利亚被黑胡子抓了，白二世被绿牛抓了，其实也算是特殊的晋级，毕竟单打强不如跟对人，能被进决赛圈的人抓了也算晋级。要说跟对人用同样方式晋级的，还有像是卡里布，单凭卡里布的实力指定是进不了决赛圈，但是因为掌握了一些古代兵器的情报，被带去了黑胡子团。波尼也是和草帽团有了并肩作战的羁绊，也不会轻易出局了。瓦波尔和薇薇跟着新闻王摩根斯从玛丽乔亚逃了出来。新闻王为什么保进决赛圈？因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海贼王，但一定不能没有新闻王。当然还有一些人因为太久没有露面，但又很重要，所以保送决赛圈的。草帽大船团从得岛之后，旁白就毫不遮掩地说，草帽大船团未来会干出青史留名的大事件，基本上就确定保送决赛圈了。老蔡和雷欧已经率先在圣地暴打了天龙人，还有超新星里的怪僧，其他超新星在2年后各个篇章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是霍金斯、德雷克、阿普，实力也就那样了，算是出局了。而怪僧除了之前把4将星打成3将星，目前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动向的存在，应该会在后面的篇章有所作为。当然还有开会都能开进决赛圈的开会王，这些人也是很奇葩的存在。除了这些稳了的，还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已经提前预定了争夺 One Piece 的出局名单，之后可能会再次登场，但和 One Piece 基本上无缘了。凯多大妈不用多说，已经丧失资格，明哥大概率只能在推进城里继续看假新闻或者当解说了。熊完成了保护波尼的夙愿，暂时处于离线状态。
有点意外的是和路飞一起获得30亿赏金，但还没做热乎的基德和罗外加基拉有点早的出局了，分别垫给了红发和黑胡子，传毁人散，实力差距太大，气运上算是退出了 One Piece 的争夺行列。更有点意外的是，卡普和黄猿似乎已经紧随其后的退场了。目前卡普处于失踪状态，不过卡普一个人单挑包括青雉在内的大半个黑团，重创蜂巢岛，保送了科比进决赛圈。之后不管卡普还有没有重要的戏份，起码也是给了旧时代残党们一个传奇的落幕了。二舅现在又躺了，看来二舅真的是眼泪了。泽法说的确实也没错，黄猿太依赖果实能力了，现在的黄猿拿什么跟5档大缠路飞打，只能是遮住眼睛，默默替大外甥高兴了。黄猿现在估计是打不了了，加上吴老星接管战场，以二舅的作风，后面基本划水。CP0 部分主力也面临出局风险，昔日天龙人最强护盾鬼岛上已经是一死一失踪了，弹头岛上又出现反水和内讧，司徒西保护贝加朋克被陆琪的一招纸枪放倒，卡库被山治抓住，陆琪鏖战索隆，外加赶来支援的慎平凶多吉少。另外贝加朋克被黄猿2次穿胸，等贝加朋克发表完世界真相的遗言后，估计就真的机械飞升了。弹头岛再歪一批人，能进决赛圈的人一个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了。然而很残酷的就是出局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惨烈。所以下一个再去抢夺 One Piece 路上倒下的大佬又会是谁呢？草帽海贼团4次装备升级历程，开局一个桶，装备全靠捡，大概就是草帽团主打的一个核心升级了。话虽如此，不过草帽团每次爆装备都有非常合适的契机，都是他们应得的，而且有非常集中的爆发期，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爆发期，东海到阿拉巴斯坦期间，首先草帽团拥有了能驰骋远洋的海贼船梅利号，可雅为感谢草帽团而赠送的礼物，起码让草帽团有了一个比较坚固舒适的家了。虽说船也是装备，但梅利号更是陪伴草帽团走过了很多地方的伙伴。索隆这边在罗克镇有了3代鬼彻和血走2把名刀，虽然一把是妖刀快刀，一把是凉快刀50攻，品阶不是很高，不过3代鬼彻和索隆双向奔赴至今还在用，含金量早已不再是当初被扔在5万贝利剑筒里的级别了。在到达阿拉巴斯坦之前，娜美有了乌索普给的天后棒，这已经算是换装备了，因为娜美最开始用的是一根普通棍子，只不过天后棒的初始功能压根不是战斗装备，也不知道是乌索普太有才，还是娜美太机智，天后棒首战告捷，还是击败了老沙一个比较强的干部双手指。在这里，路飞也更新了他的装备，没错，就是那双后来和尼卡果实日月同辉的无上大托孩，之前的一双被老沙给沙化了，现在的这一双一路上血战 CP9，怒帅气五海，直面3大将，迎击百兽王，未来海贼王的拖鞋早已是有市无价。然后是第2个爆发期，水之都到恐怖3人帆船，这个阶段有太多的德与失，草帽团在艰难中成长，承接了空岛的收获。乌索普用空岛贝帮娜美更新了天后棒 2.0， 被娜美称之为乌索普的遗作。天后棒 2.0 的技能更加丰富，娜美也是用的更加得心应手了，击败了 CP9 卡利法。在司法岛法院楼顶，狙击王和他的大型弹弓都闪亮登场，火鸟星烧穿政府旗帜的那一波简直帅到炸裂。直到恐怖3人帆船，这套用空岛贝强化的弹弓兜才有了细致的功能介绍，可以利用不同的贝打出不同的攻击效果，甚至改变弹道轨迹。在这里，索隆的装备也有一波大升级。司法岛一战，索隆损失了血走，但和龙马切磋后获赠黑刀秋水，位列大快刀21攻，而且已经被淬炼为黑刀，属性已经被点满，算得上一件极品装备了。而这个阶段最大件的换代就是海贼船了，梅利号完成了他的使命，取而代之的是桑尼号，继续承载草帽团前行。桑尼号空间布局更加细致，武器更强大，船体更坚固，舒适度上堪称是一座智能豪华的海上大别墅。水之都司法岛不仅是装备升级的高峰，草帽一伙的战斗技能也是全面升级，路飞的2、3档，索隆的9刀流，山治的恶魔风脚等等，伙伴之间互相救赎、信任与成长。所以司法岛篇也不愧是最封神的一个篇章了。之后草帽团迎来了第3波装备升级的爆发期，那就是2年修炼期间，熊将草帽一伙拍到了他们各自最适合的岛屿，为了完成约定各自变强。2年后，草帽团带着他们的强化装备逐个亮相。娜美利用小空岛的气象科学更新到天后棒 3.0 魔法天后棒，没有了储存空岛贝的槽，天后棒变得更加简约，但功能上都得到了全面加强，技能变得更加丰富，攻击范围也更大。乌索普带来了通体为黑色的弹弓黑兜，乌索普的战斗方式也有了巨大变化，可调节的变大变小的弓架，奇特诡异的植物，从弹药到弹弓，可以说真的是一套有生命的武器。乔巴的兰波球2年期间也进行了升级，多了一个变化节点柔力强化，并且吃一个兰波球就可以进入暴走状态，而且不再是无意识，可以自由操控3分钟。除了暴走状态，其他形态都不需要吃兰波球，并且时间无限，是很大的一次升级。布鲁克的全新的拐杖剑丧魂剑由长手族冶炼，虽然外观没有太大变化，但更锐利更强大。配合黄泉果实，布鲁克还可以引入附上黄泉寒气当冰冻果实用，尤其是和之国一招冰冻滑行，青雉看见直呼卧槽。弗兰奇则是迎来了装备大升级，不光是把自己给大刀客服的改造了，身上的武器变多了，同时弗兰奇拥有了黑犀牛摩托和弯龙坦克这么炫酷的装备，合体在一起就威武霸气的弗兰奇将军。这些装备升级的成果2年后一件一件展示出来，可是让草帽团欢乐3人组惊喜不断了很久。草帽团的第4波装备升级高峰主要是在蛋糕岛到和之国这个阶段，
往前一点，在左屋的时候，娜美拿到了由乌索普和弗兰奇合力改造的天后棒 4.0 魔法天后棒加强版。这时候天后棒本身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技能上升级力度并不大。不过像是海市蜃楼、雷云杖这些技能都得到了快捷施法和伤害增强的加强，主要是增加了伸缩功能，外观上也更适合娜美。在蛋糕岛，娜美还喜提了另一件极品装备，那就是雷云宙斯，装备强化程度非常可观，一直纠缠到和之国，最后融合了宙斯的魔法天后棒人工智能版横空出世，威力更强，自动追踪，算得上一件神装了。在和之国之前，乔巴在凯撒的帮助下再一次升级了兰博球，服用后可以将暴走状态从3分钟延长到30分钟，不过相应的副作用也增大了。山治平时用的装备就是菜刀和无上大黑鞋，不过蛋糕岛山治又获得了吉尔玛隐形黑战斗服，实力提升怎么样先不说，起码迷弟收了不少。这件装备已经被山治踩爆了，但被战斗服激发血统因子后，山治不光是融合了这件装备，而且比船上战斗服更加强大，也算是装备的一次升级了。索隆在和之国被偷走了秋水，但换来了新装备研磨。至于说值不值，感觉还是值得的，毕竟2把刀品阶一样是大快刀21攻，但秋水的属性基本都点满了，研磨尚未淬炼成黑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研磨和3代鬼彻都是傲娇的妖刀，只会认可能征服他们的主人，还是非常适合索隆自己去开发的。路飞在这里甚至都升级了2代鬼彻，只不过是体验卡，很快就被收回了。一路下来，草帽团经历了几次装备升级后，现在他们的装备已经非常奢华了，主要是他们还没怎么花钱。即便是最昂贵的桑尼号，算是2亿贝利吧，那也远远低于实际成本价，不愧是凭本事一路捡装备的最佳典范。草帽海贼团最帅的几次集体登场，作为走在时尚最前沿的海贼团，草帽一伙每次集体登场都非常的赏心悦目。打架之前，出场气势这方面必须得到位。东海篇草帽团初具规模，有了一个海贼团该有的气势。在娜美无助的时候，路飞把草帽托付给娜美后，沉稳地走向伙伴们。路飞处于远处的 C 位上，索隆侧身而坐，乌索普抱胸坐在地上，而画面最前面的是山治挺拔的身姿，满屏的大长腿。伙伴们听船长号令，这个场面非常霸气。4个人并排走向阿龙乐园的时候，这个气场真的太强大了。东海篇帅到爆炸的出场。在水之都，乌索普被打后，伙伴们当然要为乌索普出头。只见路飞压低帽檐，脸黑了；索隆戴上了头巾，山治点上了烟，乔巴也是气得冒烟。4个人并排走向弗兰奇屋。俗话说，当草帽团有这种反应的时候，那敌人就自求多福吧。镜头给到他们的腿部特写的时候，那种稳健凶狠却又松弛的气势非常霸气。结果也是4个人直接狂揍弗兰奇的小弟们，将弗兰奇屋给夷为废墟，帮乌索普狠狠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是在司法岛，路飞率先打败布鲁诺之后，起初是一个人立于楼顶跟 CP9 对峙，随后伙伴们纷纷到达战场。草帽一伙先是走出了一个雁行阵的气势，然后变成一字排开并行的姿态。草帽团一旦走出这种阵型，就说明他们真的生气了，真的要认真了。伙伴们分占路飞和狙击王两侧，镜头从每个人的脸上划过，所有人都带着一定要救出罗宾的信念，尤其是山治点烟，帅的一批。草帽一伙跟 CP9 隔着悬崖瀑布对峙的画面，也成了海贼王里最经典的场景之一。在愚人岛，霍迪琼斯在广场处决王族，路飞一甚平的计划形式在最后时刻登场，先是给船上的伙伴们一个由近及远的霸气背影。广场上的路飞压低帽檐，阔步走向伙伴，伙伴们集结走向船长的气势真的是力压全场。这也是草帽一伙经历了2年修炼后第一次在战斗中集体登场，每个人的体态和气质都有很大变化，可谓是意气风发，满血归来。而且里面还有甚平，可以说是很早的一张食人全家福了。随后路飞一个霸王色秒杀广场5万杂鱼，不愧对这么帅的登场方式。在和之国3大船长齐聚暴风雨的海上支援赤鞘武士，这么关键的时刻，登场气势一定要帅。先是每个伙伴都来一张特写，穿着披风的剪影路飞也是非常帅的，新皮肤配新的登场方式，当时这9个人的集结场面也是帅到爆炸。甚平归来之后，草帽团正式上升到10人团，集体登场的画面也更加壮观了一些。在鬼岛，路飞率先挑起了暴动，遭到了百兽团围攻，而伙伴们则是二话不说，纷纷拥护到船长的身边，伙伴们都抢着为船长开路，场面让人炸裂激动。在周围和之国武士的簇拥下，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摆出了一个准备开战的帅气姿态，尤其是山治扯领带也太帅了，而且这中间也闪回了之前几次炫酷登场。此时大厅里的焦点早已是帅上天的草帽团了。集体登场除了讲究气势，穿搭也显得很重要。在蛋糕岛和贝基一伙谈判的时候，草帽团沐浴更衣后，除了甚平还是原来的款式，当然也是换了一套新的，其他人都是风格统一的西装礼服。这次的出场和其他的时候还不太一样，大红大紫的霸气侧漏，一伙人往那一坐，气势上也是帅的雅痞。说到西装，主线里的穿搭都比较正经严肃，而剧场版里才是想怎么帅就怎么帅的地方。黄金城里，草帽一伙一套白色礼服并行走在金碧辉煌的黄金城里，这气质、这穿搭和这环境简直是无敌匹配。而且虽然是西装，但也并不严肃，足够潮流休闲，一个个帅的美的都让人挪不开眼睛，不愧是最时髦海贼团。黄金城的穿搭真的还挺棒的。在最后集合打团的时候，原本乔装的草帽一伙把身上原来的衣服一扯，露出炫酷的夜行衣团服，帅气的镜头再从脸上过一遍，同样的方式，不同的气势，能再给你帅一遍。
Z 里面最后草帽团换上了一套红色战袍的登场，也是相当帅。这整装待发的气势，这喜庆的穿搭，乍一看还以为是过年了，倒还挺应景。当路飞从船头跳下来的时候，伙伴们紧随其后，听船长号令，一起对敌人发动攻击。这登场加上这穿搭，就颇有当上海贼王的气势了。要说草帽团最帅的一次登场，强者世界里的西装暴徒草帽团，至今还是难以超越的。毕竟金狮子可是抓了娜美。当草帽一伙走在回廊的时候，就感觉这又拽又帅的黑帮气势也是没谁了。随后路飞的双翼，索隆直接砍门，山治一脚踹门，丝毫不给金狮子面子。最不给面子的还是路飞，伙伴们分站两侧，压低帽檐的路飞缓缓走出，帅气的披风随风摇动，大佬气质力压全场，上来就给了金狮子一拳，和阿龙那一次如出一辙，但是比那一次要更帅。当然草帽团还有其他一些部分船员的登场也都很帅，反正不管这场架怎么打，草帽团先行的登场气势可是还没输过谁。草帽一伙平时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草帽团平时有很多集体的活动，比如他们会定期开洗衣服大会，有些人是真的来洗衣服的，但有些男生是趁着洗衣服大会来玩闹。在早期的洗衣服大会上，可以看到娜美刚洗好路飞的那件经典红马甲，路飞正在后面玩闹，显然他每次都不好好干活，娜美可没少帮路飞洗衣服。而乔巴居然被挂在了晾衣绳上，这是谁干的？环顾四周，乌索普正抱着一大盆待洗的衣服，看到乔巴被恶搞，笑得不行。山治正在用一只鳄鱼当搓衣板洗着衣服，看来也只有路飞的作案嫌疑最大了。而山治手里洗的衣服正是娜美的那件蓝色条纹的短袖，山治真的太好了。不过山治朝着索隆吐槽着什么，索隆这边的情况不妙，他的衣服被鳄鱼咬住了，差点跟鳄鱼打起来。而后面的罗宾依然优雅，正在和一只鳄鱼玩。罗宾总能把很凶猛的野兽调教得非常温顺。弗兰奇和布鲁克加入后，大家有一次在桑尼号上洗衣服，路飞一如既往的欢脱玩闹，旁边还跟着同样爱玩的乔巴，把晾好的衣服撞了个天翻地覆。山治则是被捉弄了一番，对路飞一顿狂追。旁边晾衣服的娜美看着这几个人打闹也很无奈，看样子又要整顿他们了。角落里的索隆认真洗着衣服，看路飞他们很高兴，索隆也笑得好开心。弗兰奇和乌索普好像对洗衣服没太多兴趣，他们在清理大炮，而弗兰奇在炮管上连了一根水管。看来趁着洗衣服，这几个男生又要开启一场水枪大作战了吧？后面的罗宾抱着一堆泳衣内衣过来了，布鲁克想半路截胡，一看就是问了一个非常绅士的问题，但被罗宾严词拒绝。从他们洗衣服不难看出，草帽一伙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娜美罗宾的。娜美罗宾在闲暇时间就会化身购物狂魔，各种买，逛累了就在一家酒吧落脚休息。可以看出，其实最辛苦的还不是娜美罗宾，而是乔巴，因为乔巴要充当购物车给他俩驮东西。乔巴明明是只鹿，却活活累成狗。看得出来，罗宾对这次的购物也非常满意，而娜美买了一大堆东西，似乎依然精力旺盛，好像在清点自己的战利品和省了多少钱。草帽一伙平时除了追逐打闹，当然也会有比较雅致的活动，比如玩 DIY 涂鸦。这就到了乌索普展示才艺的时刻了，毕竟草帽团正式版的海贼旗就出自乌索普之手。在这里，乌索普画了一只变成龙的梅利号，山治和索隆惊恐地看着路飞，索隆甚至还因为走神把颜料涂在了一只小羊的脸上。没错，路飞举着一大堆颜料又在捣蛋了，这些颜料的落点似乎在乌索普身上，而乌索普只是抬头察觉了慌张的山治，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发生了什么，想必很快乌索普就会变得五彩斑斓了。一旁的罗宾也发现了不妙，但罗宾一向是如此淡定，罗宾的能力真的是效率无敌，一边调制颜料还能一边逗小绵羊玩。而娜美和乔巴正陶醉在玩闹中，娜美把乔巴的蓝鼻子涂上了红色，笑得非常开心。草帽一伙经常在外面野营，这一次他们在一个特别冷的地方，连北极熊都冻得打哆嗦。路飞上半身在冬天，下半身在夏天，冻得难受那就不奇怪了。娜美裹得严严实实的，但依然追着乔巴跑，想抱在怀里取暖。这个时候乔巴暖宝宝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索隆、乌索普还有一只企鹅、一只狼在烤火，索隆还把自己的妖风给了企鹅，索隆太暖了。不过索隆想让火升得旺一些，但一口气吹得太猛，直接把火给吹出去了。正在烤火的乌索普还有狼和企鹅直接傻了。后面的山治刚把一锅准备煮的食物端上来，看到这一幕直接开启吐槽模式。远处的罗宾则是安静的喝着热茶，开心的看着大家。既然有雪，那还不趁机堆个雪人。草帽一伙这几个人可是堆雪人的高手，看路飞、索隆、乌索普堆的雪人就很有意思。这个雪人戴着路飞的草帽，有着乌索普的长鼻子，腰间还有索隆的3把刀。这雪人要是继承了这3个人的所有属性，那岂不是无敌了？一旁的娜美和弗兰奇喝着热茶，非常的悠闲。乔巴推过来一个雪球，似乎还想添砖加瓦。而山治和布鲁克堆的雪人更搞笑，看起来他俩好像是做了一个娜美，而且山治手上还拿着一个雪球，意思是跟另一个雪球配上对儿。可以的，山治这一波非常细节。罗宾则是在一边戴着眼镜优雅的看书。海贼王里出现的数字基本上都是有含义的，比如这里路飞的针织帽上有数字1，代表他是第1位船员；山治针织帽上有数字5，代表他是第5位船员。冬天有冬天的玩法，夏天自然也有清凉的活动。草帽一伙在一处小溪里捕鱼，说来也很搞，路飞、乔巴、布鲁克这仨，一个落水，2个去救3人组，越是果实能力，越是在水里玩的最欢脱。
乔巴变成巨兽形态捕鱼，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小只乔巴会直接泡在水里。不过乔巴力气太大，泼了索隆布鲁克一身水。后面的山治已经在准备美食了，生产加工一条龙。罗宾双脚泡在小溪里，笑得很甜美。而且罗宾的 T 恤上有一只蓝色的熊，后面弗兰奇的发型也是蓝色熊耳朵。好家伙，一有机会就搞 CP。不过这张扉页最牛逼的还是熊和鱼的主题。在后面的剧情里，神之谷也是同时出现了熊的肉球果实和凯多的鱼果实青龙形态。大家注意看，弗兰奇正在和一只熊好兄弟一样的搭着肩，这暗示了巴索罗米熊是友军。烤架上的烤鱼暗示凯多战败掉入岩浆。而且路飞这边也是，显然路飞和熊是一伙的，路飞手里抓了一条鱼，这就让人想起了那张暗示路飞太阳神的扉页，虽然很隐晦，但居然解释得通。不得不说尾田牛逼，这一波尾田依然在大气层。海贼王中大佬身上那些常见的低 buff， 一些强者一开始都被衬托得非常牛逼，如果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在那种巅峰满状态之下，那可以说当时根本就不会输。所以尾田平衡战力系统确实有一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这些强者上各种各样的低 buff 进行合理削弱。首先就是前菜，各种版本的孝子剑。著名的孝子剑就是顶上战争，大窝蜘蛛中了离间计，捅了白胡子一刀，3米大刀直接贯穿白胡子的腹部。虽然事后白胡子说这一刀小伤而已，从后面白胡子全场扛的伤害来看，确实问题不大，但毕竟是贯穿伤，外加是在白胡子正式介入战场之前，白胡子神情也不太对了，这一刀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状态。在德岛，明哥在和路飞单挑之前，已经和路飞罗进行了一波1打2了，最重要的是被罗的伽马刀打爆了心脏，自己给自己来了波及时抢救。虽然这一波对明哥的状态有多大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面对4档路飞的时候，一直撑着鸟笼的明哥体力和身体状态显然有了低 buff， 所以明哥输了也算是输的不是很丢人。凯多开局被赤鞘九侠捅了一波，对凯多来说，这一波看似是物理穿甲，实则是魔法伤害，还打出了凯多的心魔光月玉田。凯多看着自己的护甲鞋，直呼我他妈不仅出错装备了，这招还附带恐惧效果。当然为了让路飞变尼卡，凯多身上还有其他的低 buff， 一人拖轨岛7番车轮战，这种体力消耗再年轻也扛不住。蜂巢岛上的卡普为了保护科比被溪流捅了一刀，相比于前几位，卡普确实显得脆了一点。当然也可以说溪流本来就有实力和名刀加持，一刀就给卡普挂上了很明显的低 buff。不过接下来卡普的移速至少没有太大影响，依然可以在和青雉的对战中略占上风。卡普的减 E 还不止这一刀，还有一帮拖油瓶，这让卡普后面打得很拘束。对于这个级别的大佬而言，被捅一刀说实话不会影响特别大。接下来就是大佬自身的一些低 buff， 一个是缺胳膊少腿，这对实力会造成直接影响。没有左臂的红发，除了少一条胳膊，红发基本上没有什么低 buff。拥有最顶级的霸王色，见闻色已经修炼出见闻杀，拥有一个强的最均衡的海贼团。目前来看，红发虽然断臂，但依然位居4皇。不过谁知道2只手的红发会不会比现在更强呢？没有左小腿的青雉，在蜂巢岛青雉的反应速度看上去远不如卡普，除了迷茫的心魔也是个低 buff。左腿上的冰冻一只必然也会影响移速，所以青雉和卡普可以说都不是什么最佳状态。原来现在大佬对决比的并不是实力，而是谁身上的低 buff 多，谁有含金量。青雉是迷茫加断腿，卡普是年龄大挨一刀加拖油瓶，2比3，青雉还是略输一筹。还有没有右臂的袁大将责法和没有双腿的金狮子，这样的话打得过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打不过可以说是低 buff 太多，所以卸胳膊卸腿堪称是平衡战力的一大法宝。然后就是年龄和体力是更致命的低 buff。尾田曾在 SBS 里表示，实力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弱，但观感上老年强者在战斗技巧上可能不会衰弱，但体力会。雷利、白胡子、卡普都曾调侃过自己的年龄问题，可以说雷利9输战阵，白胡子有伤在身，卡普扛了一刀，但他们都是打了2下就气喘吁吁的状态，给人的感觉确实是老了，远不及巅峰状态，这跟年龄体力不无关系。所以为了平衡战力，尾田不惜偷偷吃书，年龄永远是这些老年强者摆脱不掉的低 buff。当然以上还不是最狠的低 buff， 有一种减 E 效果，不管你以前多牛逼，只要沾上了就全部作废，而且只会给你安排一种结局，这个低 buff 就是路飞的剧场版。不管是和卡普战国齐名的袁大将责法，还是和白胡子罗杰争霸的金狮子，不管是黑胡子都不敢收的巴雷特，还是 bug 级果实的乌塔，只要拉进剧场版里当对手，那通通2个小时内解决，无视辉煌经历，无视牛逼属性，就算罗杰来了也得挨2逼斗。所以原来路飞的剧场版才是最变态的低 buff。路飞最没有胜算的几次惨败，练习2年半一路高歌猛进的路飞，总是给人一种不管遇到如何强的敌人都不会输的感觉。但其实路飞毫无胜算的惨败还是不少的，就是那种在当时交上第一手的时候就知道完全赢不了的差距。罗格镇遇到烟鬼的时候，这是路飞横扫东海强敌，成为3000万悬赏饭后第一次毫无还手之力的战斗，被烟鬼轻松拿捏。要不是有个好爹，路飞就可以从这里坐着军舰进入伟大航路了，只不过目的地是推进城。路飞在沙漠和老沙一番战的时候，这是路飞从出海到伟大航路一路一波流后切实感受到死亡的一次。当时路飞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伤害 0.5， 因为当时路飞根本摸不到自然系，只能用橡胶大口吞这种招式气一下老沙，而老沙打路飞真的像是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
路飞这一波被老沙的钩子贯穿，被吸进了流沙里。虽然后来被罗宾捞出来了，但当时完全不知道路飞该怎么赢。草帽团遇到青雉的时候，当时也是第一次和海军大将接触，还不知道大将是什么样的存在。草帽团对着下到乔巴的青雉吆五喝六的，结果见过大场面的罗宾看见直接吓瘫了。只有罗宾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级别的对手。青雉当时拥有轻轻松松团灭草帽团的实力，路飞索隆山治罗宾最强4人被瞬间击垮。之前打穿老沙的沙漠金刚刀，终结老沙的那一招橡胶暴风雨，算是当时路飞最强的技能了，完全对青雉造不成一丝伤害。可以说青雉最早为大将奠定了强大的压迫感。草帽团香波地逃亡遇到熊的时候，虽然知道熊是要救草帽团，但当时草帽团可都不知道熊和革命军的关系。早在恐怖3帆船，熊就已经展示了恐怖能力，只不过当时索隆一波确实没占到啥便宜。路飞和凯多的一番战，凯多顺手一棒让人彻底看清了当时路飞和凯多的差距，而且路飞当时还挂着5皇的名号呢，搭配你想当什么王，嘲讽效果拉满。当时就感觉路飞后面要不开挂，接着拿头赢吧。当然以上都是当时完全没有胜算的场面。还有一次是路飞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那就是巴基大神把路飞摁到水刑台上斩首的瞬间，刀刃挥下只剩毫厘之差，路飞即将要脑袋搬家。当时确实绝望，毕竟挣扎也挣扎了，求饶也求饶了，甚至路飞自己都认命了。这个时候那只能靠背景了。每一次成长都伴随着绝望的挫折，路飞经历了很多。不过这些战斗虽然没有胜算，但大多时候路飞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保全了性命。路飞表示，背景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没有胜算的时候，背景起码是可以救命的。